从5月5日正式施工到10月初结束，历时近半年，总花费25万。我们的新家装修终于结束了，这可能是我当前的人生中做过的一件最费时、最复杂的事，其中充满了期待、纠结、取舍、烦躁、后悔和兴奋。这期视频也是我对这次新家装修的一次回顾和梳理。如果看完后你能从中得到一些帮助或者启发，那就是再值得不过的事了。在找了很多家装公司和装修设计工作室后，我们最终选择了一家专注做室内设计的独立工作室来帮我们实现全部的软硬装设计方案。另外找了施工经理来负责安排具体施工以及把控施工质量和进度。因为我和橙子2个人都是无业游民，所以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跟设计师调整方案细节和跑工地。我家是2室1厅的小户型，建筑面积92平米，实际使用面积不到80平米。进门左手边是不大的厨房，然后是客餐厅、阳台，走廊右边的2间是2个卧室，左边还有一个不算作建筑面积的设备平台间，走廊尽头是卫生间。虽然目前对我们2个人来说已经足够舒服的居住，但是考虑到家人朋友偶尔过来住，未来可能会有新的成员，所以还是希望空间的规划利用更合理一些。所以设计师在充分沟通了解我们的生活习惯和使用需求后，对整个户型格局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厨房太小了，还有救吗？首先是厨房，橙子比较喜欢研究美食，而且我们2个人喜欢一起在厨房里做饭，但厨房的面积比较小，排除无法变动的承重墙后，只能选择把正面的墙拆除，并往后扩了一个操作台的宽度。虽然只宽了30几公分，却让本来只能容下1个人的厨房活动空间一下子宽敞了很多。不要晾晒，要大阳台。我们打算用烘干机代替阳台晾晒，并且希望客厅有更好的采光，所以设计师拆除了阳台与客厅之间的移门和半边墙，把客厅和阳台直接打通，不仅让客厅看起来一下子大了不少，客厅的采光也更好了。卧室变成工作室。我和橙子很多时候都是在家里工作，所以很需要一个面积大、采光好的书房，这样只能舍弃掉一间卧室。我们让设计师把面积更大、采光更好的那间卧室改成了书房，设计师还把书房的空间借一些给卧室，还拆除了2个房间之间的那堵24厘米厚的墙，并重新砌了12厘米的薄墙。卧室和书房的飘窗也被我们砸掉，这样屋里的活动面积增加了，不过砸掉的飘窗要记得做好防水。另外走道的墙也重新砌成薄墙，这样走道也变得更宽敞了。卫生间要干湿分离。原本的卫生间是传统的淋浴区、马桶区、洗漱区一起的，并且卫生间的门通过走廊直接对着餐厅区域，非常不好看。这里我要赞叹我们的设计师的方案，后来证明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就是把靠近卫生间门口的洗漱区放到走廊的位置，卫生间只保留淋浴区和马桶区，并且在走廊的尽头增加一面墙的柜子，这样早上2个人洗脸和上厕所不再打架，卫生间的门也不再对着餐厅，还增加了一面墙的储物空间。少了一间卧室，用榻榻米代替吧。设备平台间属于增速面积，跟室内打通并封上外窗后，竟然也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不过想作为卧室，可能连一张双人床都放不下。一开始的方案是把它用作收纳和衣帽间，不过最终还是把这个小房间改成榻榻米，铺上床铺就秒变一张1.5米的双人床。平时就把床铺收起来，可以在榻榻米上聊天、拼图或者独处冥想，而且底下还有非常大的储物空间。拆除重建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改完后的房间布局更适合我们的使用习惯。买到房子千万不要被它已有的格局限制住，在符合改造要求的前提下，可能有很多优化的空间。水电改造是装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装修时水电没有做好，今后入住时就会有很多麻烦，甚至造成重大的隐患。原来的水电管线被全部拆除，水电线路完全重做，水管设计成从天花板上走线，这样万一日后漏水，自己家也能及时发现，并且不会漏到楼下造成纠纷。水管全部用的尾芯，在布完水管走线后，尾芯会派专门人员免费上门验收，检查施工方买的水管是不是正品，水压测试检查管道的封闭性等等。水管外面还有一层保温管，用不同颜色来区分冷水和热水。不管是自己买电线还是施工方采购电线，都要留意选品牌的有3C 标志的电线。一般在包装或者线材上都会标有电线的型号和规格，比如1.2平方。电线的几平方是国家规定的一个标称值，实际上就是电线的粗细。一般来说，数值越大，线越粗，能承载的功率越大。不仅要用对线，还要做好回路。这样的好处是各个回路之间互相独立，不受影响，而且分开多回路也方便排查电路问题。这次我家装修在插座上就花费了一些功夫，
在设计墙壁插座时，也要提前规划好位置和数量。插座一个是要够用，另外一个是要好用。虽然设计师会帮我们设计好，但是有一些自己的特殊需求，一定要在电路铺设前就跟设计师沟通确认并修改好。毕竟只有你最懂得自己需要在什么地方用插座。还有开关的分布，设计师也会帮你画好，但是也一定要到现场对照设计图一个个的开关位置去比划。比如开关高度是不是你家人的身高适合按的高度，放在这个位置之后会不会被其他的东西挡掉等等，这里面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弱电也就是网线的布线也要提前考虑好，网线建议选择6类或者超6类或者以上的，6A 器或者 AP 也建议选择支持 WiFi 6的。在做好水电后，建议去现场把每个位置的水电图都拍张照片，并在照片上标出房间的位置，保留这些照片之后会很有用的。水电完成之后就是泥瓦工进场，会依次修补墙面、做防水、贴瓷砖、地面找平等等。我们家进门玄关铺的是这种6角砖，并且直铺到厨房。厨房前面选了一种长条形白色瓷砖，因为厨房有很多地方要做橱柜，所以让卖瓷砖的老板送了一些杂砖贴在，之后会坐在柜子后面，反正柜子做好后会全部挡住看不到。装修预算就是这么一点点省下来的。卫生间贴了同款的2种颜色的小方砖来区分淋浴区和马桶区。客厅阳台的洗衣区砌了一个台子，并留了地漏和贴瓷砖，之后这个地方会用来放洗衣机和干衣机。走廊的洗漱区的3面墙也贴了小绿砖，既美观又不担心水把墙面弄坏。只要有出水的地方的墙面或地面都做了防水，比如砸掉的飘窗、洗漱区的墙面、阳台等等。还有一点要留意的就是墙面一定要平，不能歪，不然后面安装柜子、台面之类的不仅不好看，也容易出问题。地面找平也要好好做，因为这会直接影响铺贴地板的效果。木工主要是做吊顶，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吊顶的主要目的是遮丑，比如把天花板上的水管和电线藏起来。有吊顶还可以安装一些暗装的灯具，比如我家在吊顶的位置都安装了暗装射灯，以密不突兀，实现见光不见灯的效果。我家客厅和卧室都会安装智能窗帘，所以也需要木工做好窗帘盒，用来放轨道和智能窗帘电机。如果你也打算装电动窗帘或者智能窗帘，记得在窗帘盒附近适当的位置留好插座。不过现在也有一些窗帘电机是带电池的，即使装修时忘记留插座也可以安装使用。油漆工主要是给墙面刷腻子和油漆，腻子会刷2到3遍，而且每一遍都要等到上一遍完全干了才能刷第2遍，这个过程比较费时间，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刷腻子时正好遇到了梅雨季，几乎天天下雨，腻子刷了1个星期都干不了，有些地方因为太潮都开始有霉点，导致整个工期都因为天气的原因不断延迟。刷完腻子还要刷墙漆，墙漆颜色是现场调的，先是跟设计师确定色号，然后我们在现场跟设计师和油漆工师傅调颜色的和饱和度。墙面我们用了带一点米色的白色，部分墙面刷了比较浅的豆绿色，最后刷上去的效果我们也很满意。如果不想吊顶，也可以用石膏线来藏水管和电线，不过这只适合水管电线走线比较简单且少的地方。我们家客厅没有吊顶，只在4圈做石膏线，这样客厅显得更空阔，尽量选择较窄的、造型简单的石膏线。设计师一般都会有各种石膏线的效果图。橱柜和柜子定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步，不仅费钱费力，水还很深。橱柜又是所有定制柜子中最复杂的地方，而且我们家厨房拐角非常多，无形中又增加了难度。除了厨房的橱柜，还做了玄关的鞋柜、卧室整面墙的衣柜、阳台的家政柜、洗漱区的镜柜、走廊的收纳柜，还有榻榻米的柜子。这些柜子完全足够我们2个人未来几年的收纳需求，而好的收纳系统才会让家里的物品用着方便，家里也更不显乱。掀角窗户，房子原来的窗户质量比较差，无法满足我们家对隔音、隔热、密封性的要求，所以几个大的窗户通通拆掉，换成了更好。风窗户其实在户型改造完成后就开始定做和安装了。书房和卧室对窗户的隔音和密封性要求比较高，我们就在红星商场找了家专门做系统窗的，定做了双层中空玻璃的平开窗。为了美观和采光好，尽可能的减少开窗的数量，让单块玻璃更大。而阳台和榻榻米的窗，我们就在小区附近找了做封窗的店，做了普通的断桥铝推拉窗，价格比系统窗便宜不少。而事实证明这个钱不该省，因为结构和材料的不同，普通的断桥铝推拉窗的密封性特别差，而且做工细节也很粗糙。在一整天的纠结后，我们果断舍弃掉这个成本，把阳台刚换上的普通断桥铝窗拆掉，换成系统窗。尤其是北方城市，冬天特别冷，如果窗户的密封性不好，即使屋里开了空调暖气也会觉得冷，而且很费电。
此外，如果家里装了新风，或者像我家一样靠马路，也应该用密封性和隔音性更好的窗户。虽然比普通窗户贵了不少，但日后一定会大大的提升居住的体验。为了节省厨房宝贵的空间，厨房用了折叠门，门上的毛玻璃可以让厨房里显得通透一些。卧室用了普通的木门样式，比较隔音和遮光。书房的门洞比较宽，用了带毛玻璃的3漆门。目前国内做这种可折叠3漆门的厂家很少，我家的门都做得比较高，这个很好看。但是要注意，有些小区的电梯可能装不下，比如我们小区的电梯就是我和送货师傅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搬到家里的。最后说一下地板，我家除了入门玄关、厨房和卫生间，其他地方都铺了木地板。综合考虑后，我们选了一款窄边的3层实木地板。为了好看，我们要求地板不间断的通铺整个区域，并且入口的6角瓷砖跟客厅地板的衔接处也是不规则的，需要现场量尺寸拼接。对地面找平和现场师傅手艺要求都比较高。在正式施工开始之前，我们就已经在线下买了大部分的家电，比如空调、油烟机、煤气灶。有些家电的尺寸和安装方式会影响到后面的水电施工、橱柜尺寸、家具摆放、开关插座位置等等。比如我们家的空调都选择了带新风功能的，个头比一般的空调要大一些，空调管子也比常规的要粗。还有比如洗碗机是选择嵌入式的还是水槽式的，橱柜水槽下面是否留了插座给净水器和厨余垃圾处理器，这些都需要提前考虑好。在逛了很多线下装饰商场和品牌店后，我们的全部家具最终还是选择线上购买，包括沙发、餐桌椅、电视柜、床等等这些。为了能够收到包裹就第一时间感受到新的家具，也是为了省钱，寄送过来的家具都是我们自己组装。很多线上购买的家具都会配有详细的安装说明书和安装工具，只要有一点动手能力和耐心，其实就没那么难。这几天我一边处理搬家的事情，一边整理装修素材，制作这个视频。在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没办法讲到，甚至很多地方单独展开就是一期完整的内容。比如找专业公司除甲醛等挥发气体，怎么看装修合同、收纳的规划、预算和时间周期的把控，甚至小到马桶坑距是多大、踢脚线该选什么颜色和宽度、烟道止腻阀该买哪家等等等等，这些更是数不胜数。希望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装修的坑特别多，我们也不能豁免。很庆幸我们遇到的这些坑最终都一个个得到解决，虽然也有一些解决的并不完美，不过也不用太担心，只要多花一点时间。现在关于装修的很多信息资料都可以在网上很方便的获取到。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好的、善于倾听、理解你想法的设计师，并且再有一个靠谱的施工方团队，也会让你相对来说轻松很多。你也可以评论或私信告诉我关于装修你想了解的东西，我会在我的经验和了解范围内，尽可能的告诉你一些我知道的东西。装修像是一场冒险，而自己亲力亲为的装修一套自己的房子，更像是一场修行。但最终，当你看到当初那个冷冰冰的毛坯房，一点点变成你期望的那个样子，你会幸福且自豪地对别人说：“这是我家，全世界最美、最舒服的地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长按3连。我们下期见，拜拜。